在美国对华所谓战略竞争框架下，中美关系不断走低。近段时间来，美方官员一边频频口头呼吁加强中美经济交流，一边又向媒体放出风声，扬言进一步限制对中国投资。这将对美国企业造成怎样的打击？拜登政府不断政治化操弄中美经贸关系，又将种下什么恶果？来看看报道。 彭博社21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美国希望在下月19号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争取其他成员国支持，以限制各自企业在中国关键经济领域的投资。拜登在获得其他国家支持后，将签署这项行政令。报道称，投资限制旨在阻止中国获得可能提升军力的关键融资和技术，范围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 一些分析人士称，拜登限制美企对华关键经济领域的投资，标志着针对中国的经济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此前报道，这项有关审查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行政令原本应在去年定稿，但在关于该限制具体针对哪些行业以及政府是否有权阻止美企在中国的商业交易，还是只能进行监督的问题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财政部官员的意见出现分歧，导致这一行动被推迟。 至于拜登政府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出新规，政治新闻网称，目前美国对华关系现状正处于一种微妙时刻。尽管白宫近几个月来一直强调美国对与中国脱钩不感兴趣，但在另一方面，美国仍准备针对中国经济关键领域采取一系列行动。不久之后呢，就是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了，这个召开，那美国希望趁着这样一个多变的场合，向盟友呢进行施压。 然后呢，把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出口限制呢，变成这个所谓的这七国集团共同的对华这个高科技这个相关行业的这个投资的限制，组建所谓的排华的这样一个小集团。那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考虑。那另外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明年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选年，那这个时候抛出这个对华的这个投资限制，也有了捞取政治资本的这样一个考虑。 不过，彭博社就发文警告，这种限制恐怕反而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此外，限制中美金融联系也将削弱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洞察力。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连线中国网站刊文指出，这种限制还存在界定上的困难，比如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任何针对这一领域的新审查程序都可能波及大量公司。 对于拜登政府考虑出台的最新对华禁令，美国业界普遍感到不满和担忧。美媒披露，今年1月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出口企业的高管们积极质问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官员，抱怨此举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太大。去年这个10月份呢，这个拜登政府呢，对于中国的这个高端芯片呢，实施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当时对这个美国的相关的高端企业来说， 那其实他们就失去了这个中国的巨大的市场。那现在，这个又对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它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这个行业呢，这个实施了这个投资限制。那所以说，前后2个措施加在一起，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来说，肯定是这个雪上加霜。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的节目中，主持人索金也对拜登将签令限制美企对华投资表示不解。Today, the worry is just as much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going to say, you know what, given the sort of Cold War that we have, you got to get out of there, or we don't want you doing this, or we don't want you doing that. I mean, look. Think about all the private equity investors who are invested in ByteDance, which owns TikTok. We sit around screaming about TikTok as if it's some kind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But guess whose money it is? No, it's American money.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杰伊·克莱顿在节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化的当今，中美经贸联系相当紧密。拜登政府的新规一经发布，将造成伤敌1000、自损800的负面影响，这是中美企业都不乐见的。So we are deeply embedded in China. That's where we are. That means that any kind of sharp pullback is going to have significant economic consequences. We have not had a codependency like this in modern history. Think about Apple, right? Around 20% of their sales in China. 60% of their production. So our largest, most important global company has that kind of codependency with China.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at's a whole new world for us.
根据华南美国商会今年初发布的2023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超90%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75%的受访企业计划今年在华再投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杜大伟直言，美国想要与中国脱钩完全不现实。杜大伟指出，中美经贸目前面临一个相当危险的趋势，双方的经贸关系被美国政府高度政治化。美国财长耶伦20号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他就任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讲话，其中他提出3大原则，直指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The Biden team is more focused on China as a strategic threat. They've laid that out clearly in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y see China as the main long-term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policy is mostly aimed at preven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or preven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 in China.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认为，美国频频拿国家安全作为打压中国的借口，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战略焦虑。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西方并没有根本不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据美媒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于中国关键产业的投资。对此您有何观察？主持人好，我注意到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财长耶伦在华盛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是这么说的：美国对中国进行投资限制，不是为了获取经济竞争上的优势，也不是为了扼杀中国经济和技术上的现代化，而是出于国家安全关切，即便这迫使美国的经济利益上做出取舍。说实话，我都懒得反驳耶伦。去年9月1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公开表示，过往美国只是在技术领域保持一定的相对优势，而未来美国寻求尽可能大的绝对优势。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单方面宣布出口管制，禁止中国获取先进计算机芯片，限制中国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发展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12月26日，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拜登政府正在试图成立一个联邦机构来监管对中国的投资，试图让中国的芯片开发陷入停顿。而到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管制计划甚至已经浮现出了具体时间表。有美国媒体宣称，整个过程是美国因为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而不断加码。像彭博社就不断强调今年2月的所谓气球事件，但我完全相信，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乃至是明确的时间表。目前来看，拜登政府瞄准的所谓中国关键产业包括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而去年9月，沙利文提出要在哪些领域寻求尽可能大的绝对优势呢？答案正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一模一样。因为这大概率就是一份线性推进的计划。换言之，早在所谓的气球事件之前，早在美国单方面声称所谓布林肯预定访华之前，甚至更早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酝酿对中国关键产业的破坏计划。某种意义上，耶伦也算说了实话。中国是否在技术上领先，是否在经济上具有竞争力，或许事关美国的所谓安全关切。美国甚至可以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也就是说，单纯的做大蛋糕共赢论已经无法打动耶伦和其他华盛顿的决策者了，他们的胃口显然更大。《华尔街日报》在当地时间4月21日的报道中就指出，一直以来，拜登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随着耶伦这个被认为更倾向于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官员也做出了如此强硬的表态，或许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形成某种新的共识。那这个新的共识是什么？对华脱钩吗？这是个好问题。有趣的是，耶伦在做出强硬表态的同时，宣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认为两国经济的全面脱钩将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拜登政府不断就脱钩表示否定。4月10日，美国副财长尚伯格表示，对华脱钩不现实。这也是尚伯格在过去1年内第2次做出类似表态。
再往前一点，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公开指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甚至是沙利文去年9月16日一边鼓吹美国要尽可能保持绝对领先优势，另一边也表示华盛顿不寻求更广泛的脱钩。所以，美国到底想不想和中国经济脱钩？答案很简单，拜登政府寻求的是一种选择性的脱钩。既享受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同时，也让中国的科技产业和整体产业升级停滞不前。还记得那个段子“1亿条牛仔裤换1架波音客机”吗？某种意义上，美国想让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回到那个时代，并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让中国永远作为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下游，永远作为美国的血汗工厂。耶伦说的没错。中美经济脱钩将是灾难性的，至少对美国而言毋庸置疑。2022年，中美贸易占美国全球贸易总额的12.8%，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更是占到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16.2%，接近1/6。有美国媒体形容，拜登政府现在的做法是麦卡锡主义的复活，当年的旗号是反共，而今天则是不能让美国依赖中国。但具体不能在哪些领域依赖中国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这些最前沿也最暴利的产业。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绝口不提美国的生活用品、医疗设备、电气设备上对于中国的依赖，而这也正是美国不愿意与中国脱钩的原因。美国希望把这些高价值产业握在自己手中，垄断高附加值产业链。就像在限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同时，拜登政府同步推出了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希望中国提供稳定的低价值生活用品，来维持美国家庭的正常生活。什么麦卡锡主义？不过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罢了。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